一，在贫困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往往是最可怜的，他们从小就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，也没有人教他们如何在社会上立足，更别说学会如何赚钱了。然而讽刺的是，家里的长辈们却对他们抱有莫名的期待，希望他们能够懂事，希望他们能够扛起整个家庭的未来，甚至改变家族的命运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孩子成长的过程就像是被无形的枷锁层层束缚。他们不仅要承受来自社会的压力，还要面对家庭内部的道德绑架。家里的长辈们一方面给孩子灌输各种传统思想，让他们必须听话顺从，另一方面又期待他们有出息，能挣大钱养家。更令人心寒的是，这些长辈有时甚至像吸血鬼一样，试图从孩子身上索取能量。如果孩子稍有反抗，不愿意被吸食，他们就会遭到各种指责和打压。长辈们可能会说，我们这么辛苦把你拉拔长大，你连一点孝心都没有吗？甚至会用冷暴力、情绪勒索的方式让孩子陷入深深的愧疚。这种成长环境让穷人家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忍耐和妥协，他们习惯了委屈自己去成全别人，但却很难真正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。二，盲目模仿成功可能是致命的陷阱。有一天，骆驼独自穿越沙漠，凭借着强大的生存能力顺利到达了终点。驴子看了之后十分羡慕，于是虚心向骆驼请教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能不能告诉我你的成功秘诀？骆驼耐心地传授了许多野外生存的技巧，比如如何寻找食物，如何辨别方向，如何在极端环境下坚持下来。驴子听完后，信心满满地踏上了沙漠之旅。然而他最终没有回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骆驼漏掉了最重要的一点，他自己有驼峰，能够储存大量的脂肪和水，而驴子却没有。这就像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成功学书籍，他们会告诉你努力、坚持、不放弃的重要性，但从不会告诉你，那些真正成功的人往往一开始就拥有常人无法企及的资源，比如家世、天赋、人脉、资本，这些隐形的优势才是他们能够走到今天的关键。因此，在追求成功的路上，我们不能盲目模仿别人，而是要认清自己的条件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。三，如何激发野心和欲望？许多人都明白士兵不想当将军就不是好士兵这个道理，也知道野心和欲望是推动人生前进的重要动力。但问题是，如何激发这种动力呢？实际上，野心和欲望的产生主要来自两种回馈，正面回馈和负面回馈。正面回馈指的是，当你体验到更高品质的生活时，你会渴望拥有更多。比如，当你住进5星级酒店，享受到一流的服务；当你坐上头等舱，感受到尊贵的待遇；当你品尝高档餐厅的美食，发现原来生活可以如此精致，这些美好的体验会激发你更大的欲望，让你拼命去奋斗，以便将来能够拥有这些美好的一切。负面回馈则是贫穷和屈辱带来的刺激。当你因为没钱被人轻视，当你因为穿着寒酸被人嘲笑，当你想买点好东西却连价格的都不敢看，这种痛苦和不甘会在你的内心燃起熊熊的斗志，让你发誓要出人头地，向世界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很多人的成功往往正是因为这两种回馈的刺激。如果你既感受过生活的美好，又遭遇过贫穷的苦楚，那你的野心和欲望就会被彻底点燃。4. 选对人生赛道，事半功倍。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事情，一种是开始容易，后来越来越难的事，另一种是开始很难，但后来越来越容易的事。比如，打工就是典型的第一种。刚开始很简单，只要找份工作，每个月就能领工资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工作机会会越来越少，体力会越来越差，工资的上涨也会受到限制，甚至可能被年轻人取代。到最后，你会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，
却依然没有积累太多财富。而自己创业或投资则属于第二种。刚开始很难，需要积累经验、资源、客户，但一旦做起来，就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，收入也会逐渐稳定，甚至翻倍。这就是为什么真正有远见的人往往不愿意一辈子打工，而是会想办法创造属于自己的收入渠道。5. 什么才是真正的强大？一个真正通透的人，既能够刚强，也能够柔和。他不会被外界的评价所左右，也不会轻易被社会定义。他看似云淡风轻，内心却异常丰盈。他的自信并非建立在财富和地位之上，而是来自于内在的充实。他不会因为得不到某样东西而痛苦，也不会因为别人的背叛而心生怨恨。这种人永远都不会感受到受伤或被欺骗，因为他根本不依赖外界的认可。对他来说，世界给予的一切都是锦上添花，而非必需品。真正的强大不是拥有很多，而是知道自己本就足够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